我重生了，苏婉清，上一世是我亲手弄丢了你，这一世我绝不让你受罪。程渊，你回来了。今晚应酬很晚，喝酒伤身。我给你熬的莲子羹养胃的，你趁热喝了吧。拿开！又是莲子羹，倒胃口。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有这个时间，你不如去学学插花。或者是学学瑜伽，至少这样让你看起来更像个合格的装饰品。我只是担心你，程渊，你忘了，今天是我们10周年纪念日。我等你回来，是因为我们说好一起吃晚饭。什么意思？你这是来找我兴师问罪？老子搞定了上亿的合同，那才值得纪念。苏婉清，能不能有点长进？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个家，照顾好女儿，其他多余的事情轮不到你操心。程渊，我是你的妻子，我只是想帮你分担一些。你帮我？苏婉清，你不要忘了，你今天的一切是谁给的？如果不是我，你还在那个破旧的筒子楼里发霉。我需要的是一个安分、听话、不会给我惹麻烦的摆件。你要是做不到，说一声，我换一个厉夫人就是，明白吗？滚！明白了就给老子滚！别他妈在这装可怜，恶心！10年了。为什么？苏婉清，你到底在妄想什么？本来就是一场交易，他只需要摆设，你不应该越界打扰。可毕竟10年婚姻，真的一点都不在乎。陆总。那不是厉承渊的。这可是你自己动手的。厉承渊，你不是自诩天下无敌吗？想不想尝尝什么是失去的滋味？祝我的爸爸妈妈10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开心，念念。我怎么会对他说那种话？我今天原本是想早点回家和家人吃饭的，跑哪儿去了？行了，动手了，送他上路，做干净点。婉清，小心！婉清，你醒醒！婉清，婉清，是我错了，我一直把你当做替代品，我把你当空气，我甚至都没跟你说过一句我爱你。如果再给我一次再来的机会，我愿意拿我的一切来换。我的财富，
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回来。婉清，是我错了，你别走，婉清。这是我怎么会在办公室？苏婉清，这手机，2015年6月25日，这是我与苏婉清领证结婚的那一天。喂，厉先生，你好。之前说好的假结婚，今天要一起去民政局。你忙的话，我就先在酒店等。别动！我是说你在原地等我，哪都不要去。厉先生，你这是……不要跟任何人搭话，记住，等我。小苏，你就是太清高了，不懂人情世故。陪我喝一杯，聊聊人生。设计部副总监的位置就是你的，你多需要这份工作呀！王经理，王经理放手！你再这样我就报警！请你自重，我报警了！婉清，真的是你，活生生的你，不再是那个冰冷的躺在血泊里的你，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前世我视而不见，让你受辱，这一世谁碰你，我废谁！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你叫破喉咙也没用！哎，这只手不该碰的人。这个人是……你谁呀？哪儿冒出来的？敢坏老子的好事！快放手，不然老子让你在这城市混不下去！这只手碰了不该碰的人。哼，碰了又怎么样？一个想靠身体上位的实习生，我告诉你，我可是盛华集团的设计总监，你得罪了我，你们俩都不会好过的。我的手断了，你敢打我？滚！再让我看到你骚扰他，我要的就不是你的一只手，而是你的命！你等着！你没事吧？有没有受到惊吓？他有没有伤到你哪里？我没事，谢谢，先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是我来晚了，我们走吧。以后你就不用再受气了。跟我走。你放手，我也不会跟你走的。那你打算怎么办？继续回到那个吃人的公司，等着那个姓王的回来报复你，还是说回到那个只会向你要钱，把你当做提款机的家？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他到底是谁？这次真的非常谢谢你救我，但是我们不认识，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去民政局。啊，苏婉晴，我就是厉成远和你约好去民政局办假结婚的人。你就是厉先生？苏婉晴，从今天起，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那个姓王的，你的家人，还有那些看不起你的人，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你只需要信我一次。昨天还是没来得及去民政局，我也不能只靠厉先生帮助。可我该怎么面对王经理？哟，正主来了，我还以为他今天不敢来了呢。怎么不敢？你脸皮厚呗。听说啊，昨天王总监还进医院了，
这下可不是开除那么简单的了，赶快赔钱吧。活该，一个实习生不想着好好工作，天天琢磨些歪门邪道，想一步登天，这下可惨了。唉，哟，姐姐，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刚来公司第一天就把顶头上司送进医院了，我还以为你找那个野男人多厉害呢，怎么没来帮你啊？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等死啊？我的事不用你管。我才懒得管你呢，我就是来告诉你，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别在这丢人现眼。我的设计稿呢，已经得到了经理的认可，马上就要参加新员工大赛，而你呢，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了。姐姐，你说我们俩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厉先生，虽然你说过会保护我，可王经理不会善罢甘休，我该怎么办？喂，苏婉晴，你不也挺能耐吗？我还叫野男人来打我！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哎呦，王经理，你来啦！像这种不识好歹的女人，就该给她点颜色看看。哼，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我会动用我所有的人脉，让整个设计行业封杀你，看你以后还怎么混。姐姐，你马上就要被辞退了，享受在这个房间里最后的几分钟空气吧。哼哼。经董事会连夜查实，设计部总监王德发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多次骚扰女员工，行为恶劣。经公司决定，即日起开除王德发，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啊？什么？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李经理，你搞错了，我怎么会被开除呢？是他，一定是厉先生做的，他没有骗我。这只是开始，所有欠你的，我会一个一个讨回来。苏婉晴，给我等着！回家让妈收拾。哎，工资发了吧？拿来。家里的房租水电不要钱啊，养你这么大，是时候回报我了。妈，这个月我要交一个高级培训师的费用，他对我很重要，能不能？培训费？哼，苏婉晴，你可真有胆啊！公司里王总监被开除那事儿，都是因为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勾引了哪个野男人，你现在还有脸提工作？什么？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在外面鬼混就算了，还敢把钱藏起来！我告诉你，你赚的每一个子儿都是我们苏家的，赶紧拿钱，不然就给我滚出去！妈，这些都是凭我自己本事挣的钱，我是不会给你们的。雅丽要买名牌包，家里的开销凭什么都让我一个人承担？苏婉晴，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呀？这是我的钱，我不给你。在苏家就没有你苏婉晴的东西。这个无休止压榨我的牢笼，我到底要怎样才能逃出去？苏婉晴，我来提亲。是厉先生。苏婉晴，我来提亲。提亲？谁呀？哪里来的阿猫阿狗也敢上门提亲？就你这模样，是工地来的搬砖的，还是送外卖的？姐姐啊，不会是上次打断王总监胳膊的那个野男人吧？婉晴，你没事吧？哟，还挺有担当的，打了人还敢上门，真以为上门嚷嚷两句这事儿就能过去了？呸！让他滚！我别这样说他，他不是坏人。好啊，你给我滚去开门！我倒要看看是谁来我们苏家撒野。苏婉晴，
正好让他赔我们王总的医疗费和我们精神损失费，一分都不能少。对，妈，让他跪下道歉。姐，你还愣着干什么？去给那野男人开门啊！让你的如意郎君滚进来，让我们都看看是什么样的货色。雅丽，妈，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你不开是吗？你不开我去开了。我去啊！走，今天非让他赔着底儿朝天。哼！厉先生，你这是？我是厉成约，我是来向苏婉晴小姐提亲的。提亲？他疯了吗？我们不是假结婚应付他家里吗？他到底想干什么？提亲？这男人看起来这么有钱，难道婉晴这个赔钱货真的傍上金龟婿了？厉先生，这孩子吓傻了，你说的是真的？快请坐，快请坐。姐夫，厉先生，您快请坐。婉晴，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请厉先生进来。婉晴，你快去给厉先生倒茶。聘礼第一项，现金888万，作为给二位的见面礼。市中心顶级豪宅一套，360平，价值1亿。最新款保时捷1辆，1500万，均已落到苏婉晴名下。市中心的豪宅，我做梦都想住上。厉氏集团5%的股权转让协议，受益人苏婉晴女士。按照目前市值，价值不可估量。女士，我的好女士，你跟婉晴的婚事我同意，婉晴这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我举双手赞成同意。是啊，厉先生。姐夫，我姐姐就是内向，其实她早就对你芳心暗许了，在家老念叨你呢。厉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真是太荒唐了！这是在买我？用这些东西，在你眼里，我就值这个价吗？你之前不是这么说。妈，这怎么？没事没事。我娶的是婉晴，这些东西自然是给她的。这些东西你们1分钱都别想动。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动了不该动的心思，我不介意让你们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婉晴，我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在买你，我是来救你的。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照顾你。离开这里，我带你走。你这些东西，我不能要。不要！婉晴，我找了你很久，之前我弄丢了你，这次我不想错过。这些东西不仅是给你，而是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婉晴，该走的形式我已经走完了，这次来是通知，不是向你们协商。从今以后，苏婉晴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接下来有请苏雅丽小姐向我们来介绍她的作品。大家好，我的作品名字叫《初见》，它的灵感来源呢是雨过天晴，第一缕阳光落在新生落叶上的瞬间。这个呢就是我的珠宝设计。
他偷了我的设计稿，还删除了我的原文件，他怎么敢？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设计灵感，谢谢大家。姐姐谢了，你的才华现在是我的了，你就安心当个废物吧。非常感谢苏雅丽小姐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有请苏婉晴女士。我的作品。你的作品呢？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没有作品就下去。下一位。是他，苏雅丽的作品是我的，是他偷了我的设计。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我知道你嫉妒我，嫉妒妈妈爱我，嫉妒我在公司比你受欢迎，但是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破坏比赛公平啊！那是我辛辛苦苦画出来的，那是我的成就。苏婉晴，你有证据吗？抄袭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我的草稿和原文件都已经不在了，这真的是我的心血。主钻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母亲给我的一枚旧的胸针，上面的纹路我画了上百遍。你又在胡说，姐姐，那个胸针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了，那明明是我的。够了，没有作品就是诽谤。苏婉晴，我不管你们姐妹之间有什么恩怨，现在是比赛现场。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有自己的作品，想来这里碰瓷的，太恶劣了。我建议公司直接把你开除，并通报行业协会。等一下。等一下。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此次大赛的特邀评委，也是盛华集团最大的投资方力士集团的总裁厉承渊先生。厉总，请坐。苏雅丽小姐是吧？是的，厉总。你的作品出界，设计理念很不错。谢谢厉总，这都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那么请问，既然是你的心血，那为什么要在主钻的底座上采用一种几乎看不见的代表碗字的微雕设计？这有什么寓意吗？什么碗字的暗徽？该死的苏婉晴，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细节。这个它是来源于一种残缺的美感。对，艺术都不是完美的嘛，所以它是代表一种向碗的意境。向碗的意境？苏雅丽小姐，你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吗？还是说你在纪念一个叫做苏婉晴的设计师被你窃取的心血和梦想？不是，不。这些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手绘草稿，还有我用学生邮箱将不同阶段的草稿发给设计系教授请教的邮件截图。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半年前。各位请看，这些都是苏婉晴小姐在设计《初见》这部作品时留下的痕迹。这上面每一处的标记都记录着一个设计师熬过的夜，每一行灵感的标注都记录着一个设计师的心血。真正的设计是无法被窃取的灵魂。抄袭者可以偷走一张图，但永远无法偷走背后的热爱与执着。天哪，真的是他偷的，太不要脸，太不要脸了，还装得那么可怜，真是个戏精。我宣布，这次设计大赛冠军是初见的真正主人苏婉晴小姐。至于苏雅丽，我们厉氏集团的投资企业绝不允许这种道德败坏、践踏他人梦想的人存在。我建议立刻开除，并以商业盗窃罪起诉，永不录用。
对呀，对呀。走吧，这里太脏了。厉先生，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叫我程渊。程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这不合常理。我们萍水相逢，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了。婉晴，我不想看到你受人欺负，所以请给我一个名正言顺能够保护你的机会。我们结婚吧。厉先生，你找我来就是假结婚的？我不想跟你假结婚，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真结婚？您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您这次帮我解围，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还可以像之前一样，您跟我假结婚，然后您付我报酬。但是真结婚，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选择我？我说过，我想保护你。保护我？您是觉得我有趣，想玩一场穷女孩和霸道总裁的游戏，等新鲜感过了，再一脚把我踢开。厉先生，我虽然穷，但是我有自知之明。你们有钱人的游戏，我玩不起。这是你所有的顾虑，我都明白。你怕我是一时兴起，怕自己会受到伤害，所以，我把我的诚意和保障都写到了这份协议里，白纸黑字，律师公证，比任何口头承诺都有效。你可以先看看。婚后，厉成渊名下所有个人财产将自动转为夫妻共同财产。若离婚，无论因任何理由，苏婉晴可无条件分走99%。对。甲方有义务无条件信任、支持、保护、宠爱乙方，乙方则拥有绝对的自由，无需承担任何家族、生育等强制性义务。吵架时，无论对错，甲方必须在3分钟内道歉。乙方拥有甲方所有银行卡的无限额度副卡，甲方必须保证乙方拥有好心情，否则视为违约。厉先生，您这是在做什么？厉先生，您这是在干什么？这哪是婚前协议，分明是一份卖身契。卖身的将是他厉成渊，而我更像是那个手握卖身契的主人。厉先生，您到底图什么？您是个商人，商人从不做亏本的买卖。你给我看这些，是在测试我的贪婪，还是在跟我玩什么更高级的游戏？图一个赎罪的机会。赎罪？
赎什么罪？我们才认识几天，哪来的赎罪？我无法告诉你，我曾经弄丢了你一次。我无法告诉你，上一世的我是一个怎样让你绝望的混蛋。我只能用这种笨拙的方式，也最真诚的方式，让你相信我。婉晴，我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施舍，我是认真的。这份心意不仅是一个保障，更是你套在我身上的枷锁。只要你想，我心甘情愿的被你锁一辈子。我的财富，我的人，我的一切，都任你处置。我只求一个机会，让我用一辈子来对你好，来弥补我曾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男人到底背负着怎样的过去？他口中那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又是什么？你说的赎罪我听不懂，但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记在了心里。婉晴，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确实很想逃离家庭，也想通过假结婚挣钱，但通过这段时间我跟你相处，我发现你带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安全感。我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怎样，会不会有变故，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一直走下去。但我想赌一次，赌你不会辜负我。走吧，我们拍照去。婉晴，这一次我抓住你了，我再也不会放手。这就结婚了，感觉跟做梦一样。这不是梦，婉晴，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厉成渊的妻子。厉先生，以后请多指教。厉先生，以后多多关照。也请你多多关照。厉总，好久，没想到真能在这儿遇见你。我以为像你这样日理万机的人，结婚这种小事会让助理代劳。陆天明，那个前世害死婉晴的罪魁祸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位美丽的小姐是……哦，厉总，金屋藏娇，不地道，不介绍介绍？陆天明，管好你的眼睛。他是你该看的人吗？厉总，您何必那么紧张呢？我不就是好奇呀。我真的挺感兴趣，像厉总这样的人，能动了凡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现在这么一看，也不过如此。就是不知道这个新玩具，厉总能玩多久？我警告你，陆天明，再多看一眼，你这双眼睛就不用要了。程渊，你没事吧？刚才那个人是你的仇人吗？他看我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像要把我吞下去一样。我没事。
别怕，一个无关紧要的疯子罢了。以后见到他，离他远点就是了。有我在，他伤不了你一根头发。不行，陆天明提前注意到我情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前世的车祸，那满地的鲜血，我绝不能让那种事再发生一次。我的计划必须再快一点，快到让他没有任何机会。陆总，查到了，那个女人叫苏婉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设计师，家境普通，还有个贪得无厌的继母和继妹。能让厉长渊失控的你，怎么会？这可是他最大的弱。去，把他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整，越详细越好。既然厉长渊这么宝贝我，那我就陪他好好从他身边的人下手，应该会很有趣。总裁，根据我们的初步评估，这个天启计划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风险评估部门给出的评级是极高风险，而且我们得到的消息，陆天明的天明集团似乎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只是还在观望。总裁，我反对，这个项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的技术储备根本不够，前期研发投入就是个无底洞，一旦失败，我们公司未来3年的流动资金会受到重创，这简直是拿公司的命去赌。而且我刚做了测算，这个项目一旦启动，等于公司放弃了3个稳赚不赔的地产项目，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投资原则。投资原则，我的话就是厉氏集团唯一的原则。陆天明在观望，那说明他看好，他看好的东西，我就一定要抢过来，就是这么简单。就为了跟陆天明赌一口气，总裁，这不是儿戏，这是上百亿的投资，你不能太任性了。哼，任性？刘总，我倒是觉得你们胆子越来越小了。前怕狼后怕虎，这还做什么生意？还不如回家抱孩子。我要求立刻成立最高级别的项目组，资金无上限，3天之内拿下天启计划的开发权。这是命令，不是商量。谁有异议，现在就可以提交辞职。我的公司不养废物，更不养懦夫。陆总，不好了！厉氏集团刚刚召开发布会，宣布他们已经和政府达成了合作，全面启动天启计划。怎么可能？这个计划的核心数据只有我知道，他厉成渊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开出条件，我们根本无法拒绝，几乎是把钱白送给对方，完全是自杀式的竞标。他们疯了！这个混子，处处和我作对。行了，你先别急，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你放心吧，我一定给你一个比陆氏更好的价格。去银行给我办抵押贷款，我要把厉成渊踩在脚下。厉成渊，你个疯子！我跟你不共戴天！
大总裁，你确定你这是在做饭，不是在搞爆破？你看你把西红柿都切成泥了，你还是出去吧，别把厨房给拆了。啊，那个我在学习，那个协议上不是说了吗？要照顾你的饮食习惯，这是我作为丈夫的义务。好，你的心意我收到了。不过你的义务呢，是赚钱养家，而我的义务是把你喂饱，所以还是我来吧。你教我。说，总裁，一切搞定，天启计划已经顺利拿下，陆天明那边，天明集团已经宣布破产，本人也因为非法集资的罪名被警方带走了，这辈子别想翻身了。很好。什么事儿？好事儿。陆天明这只是第一步，前世所有伤害你的人，我都会让他们一个一个都提前下地狱，谁都别想再伤害婉清。你就是苏婉晴？我是，请问你是？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谁，一个靠着妩媚手段攀上高枝儿捞女。这位小姐，请你讲话放尊重点。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如果你要找茬的话，我恕不奉陪。别装了，我跟程元哥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厉菲菲才是厉家未来的女主人，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从贫民窟爬出来的野鸡，想飞上枝头变凤凰，你配吗？我不管你跟程渊是什么关系，但现在我是他法律上名正言顺的妻子，请你出去，否则我要叫保安了。妻子？你认为一张纸能代表什么？程元哥只是一时被你这没见过世面青春小白花蒙蔽了而已。他那么完美的男人，怎么会真的看上你这种除了脸蛋一无是处的货色？他只是图一时新鲜而已。开个价吧，100万、500万，还是1000万？只要你拿着钱，立刻消失在程元哥的世界，从此不要出现在他面前。这张支票随便你提。别给脸不要脸，你跟程元本身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于你这种普通出身的人来说，钱可比虚无缥缈、可笑至极的爱情实际多了，不是吗？林菲菲，你到底把感情当什么了？你觉得金钱能买来一切吗？感情不是你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感情在绝对的财富和地位面前，你的感情一文不值。识相你就拿着钱滚，不要等到程元哥厌烦你，你连1分钱都得不到。我倒想知道，我的妻子在你眼里值多少钱？程元哥，你怎么来了？我就是跟苏小姐聊聊天，没有恶意，真的。聊天？用支票聊天？林菲菲，你的家教就是这么教你跟人聊天的？林菲菲，你的家教就是这么教你跟人聊天的？程渊，程元哥，你被他骗了，她这种女人就是为了钱财。林菲菲，我给你一次机会，向我的妻子道歉。什么？程元哥，你让我向她道歉？为了这个女人，你这样对我？我们林家和厉家可是世交。世交？你们林家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提交情？她不是什么女人，她是我的妻子，你又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羞辱她？看来你是不想道歉。很好，我最后警告你一次，林菲菲，你再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或者说一句让她不高兴的话，
我保证3天之内让你们林家从商界彻底消失。不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你父亲，让他跪着来求我。他从来没有用那种眼神看过我。为了那个贱人，居然让我家族破产！陆天明，你不是有办法吗？我现在脸都丢尽了，成了整个明月圈的笑话。行了，别哭了。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你可是林家大小姐，高贵的天之娇女，怎么可以为了一个从贫民窟出来的女人流眼泪？这不是碎了她的义务。可是程元哥竟然为了他要毁我全家。厉长渊越是在乎他，我们越是要从他身上下手。言语上的羞辱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为什么不来点直接的？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假如这个世界上彻底没有苏婉晴这个人，你想杀了他？这可是犯法的事儿，我不敢。哎，说话别这么难听嘛。我呢，不过是想制造一点小小的意外。你想想，如果他死了，那你的程渊阁不就又是你一个人了？他会伤心，会痛苦，会难过，可到头能陪在他身边的还是门当户对的你啊。而那个女人只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女子。你真的甘心让你和程渊阁20年的情输给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人吗？好，就这么办，我一定要让他死！凭什么一个平民可以抢走我的一切？他不配！苏婉晴，有人要没你的命！程渊，你撑住，我这就叫救护车。婉晴，你听我说，你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好不好？婉晴，我上一辈子没来得及说我爱你，这一世，我很高兴能为你死。程渊，你醒醒！程渊！婉晴，我上一辈子没来得及说我爱你，这一辈子，我很高兴。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能这么做？要是有事，那我怎么办？你用你的生命换我活着，你是想让我一辈子都活在愧疚里吗？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上一世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说的不是真的吗？他亲眼看着我死了一次，所以这一世才会不顾一切的保护我。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没有事，有事的是医生说刀尖离你胸口的位置就差1公分。
受到了惊吓，我答应过要保护你的，怎么能让你受伤？你现在就好好休息，从今天起，换我来保护你，照顾你。总裁，陆天明那边已经查清楚了，行刺的杀手是职业的，收了林菲菲500万，而林菲菲的背后就是陆天明在指使。警方已经立案，但是他们做的很不干净，杀手嘴很硬，直接证据很难找到。法律制裁不了他，那就我来。通知 A 基金联合我们所有控股的资本，不计成本的抛售天明集团的所有股票，我要他明天开盘就直接跌停。是。同时，通知所有与天明集团有信贷业务的银行，以最高级别的风控为由，收回他们的所有贷款。我要他资金链一夜之间全部断裂。总裁，这样做会引发小范围的金融震荡。那就震！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动我的人到底是什么下场。同时，启动暗刺计划，挖出他们的海外账户，以及他们见不得人的交易。交给国际刑警还有税务部门，我就是要让他一夜之间声名狼藉，一无所有。他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对敌人如此狠厉？这已经不是商业竞争，这是不死不休的复仇。是因为我吗？因为上一世他也是这样害死了我吗？王总，我们这合作也有10年了吧？这个时候背后捅我一刀，你说撤资你就撤资啊？喂，李行长，咱们这交情也有个2、3年了吧？今天的事，不是贷款日期还没到吗？怎么突然抽贷了？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信不信？陆总，抱歉，这是总行风控部门决定，我们也没办法，你还是好自为之吧。说，陆总，完了，全完了！还他妈能怎么完？我们的海外秘密账户被国际税务联合组织盯上，全部冻结了，里面的钱1分都动不了。李成元，一定是你！可是怎么可能？你怎么会知道我所有的底牌？我的海外账户这些资料，连我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明白了，我全明白了。你赢了，你赢了我的钱，赢了我的公司，可那又怎么样呢？你毁了我的帝国，我就要毁了你的世界。你最在乎的，不就是他吗？喂，在想什么？从早上开始就心事重重，是不是伤口又疼了？程渊，我有些事想不明白。你说。那个天启计划，后来我调查过，
在你拿下之前，很多人都说那是天方夜谭，但现在大家都觉得那是未来10年的风口。还有陆天明的公司，你好像对他所有的弱点了如指掌，每一击都打在他的七寸上。这不像是商业分析，更像是你拿着一本标准答案在答题。还有这次车祸，你好像提前知道什么，出现的这么及时。如果你晚了1秒，那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了。程渊，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总有一种感觉，你好像能预知未来一样。程渊，你不是普通的商人，对不对？婉清，你想多了。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研究陆天明已经不是1天2天了。这不是商业研究就能解释的。你在看我的时候，眼里有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有爱，还有悔恨和痛苦。我们才刚刚开始，悔恨从何而来？程渊，你到底是谁？我该怎么说？说我死过一次，又活了过来，他会信吗？还是会把我当成一个疯子？婉清，对不起，让你胡思乱想了。我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如果真有，我也不会让自己躺在这里，让你担心了。那你为什么害怕失去？我们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说失去这个词？因为我比别人更害怕失去。也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当我第一次在酒店遇到你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认定你了。傻瓜，我哪会预知未来？只是在遇到你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功课？对，陆天明是我最大的商业对手，我研究他整整5年，我研究他的每一次商业复盘，我推演他每一种可能的布局。他这个人自负、贪婪，所以天启计划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恰好是他最喜欢的赌博方式，而我恰好能算准他最可能走的一步险棋，所以才能在最后的路上堵住了他。还有这次在民政局遇到他，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我害怕你遭到不利，所以我请了最好的安保团队来保护你，24小时轮班值守。这一次是保镖告诉我有一辆套牌车行踪诡异，恰好我就在你的工作室附近谈事情，所以我才能及时赶来。爸爸，你看，这是我们一家人，这是英俊的国王爸爸，这个是美丽的王后妈妈，这个就是可爱的念念公主啦。我要永远幸福的住在这个美丽的城堡里。念念真棒，我们的城堡真好看。我们念念公主真厉害，爸爸呀就是国王，要一辈子保护王后和公主。爸爸，你每天上班那么忙，是不是在和坏人打架呀？差不多吧，爸爸呀，就是要打败那些所有想要破坏我们城堡的人，这样妈妈和念念才能开开心心的生活呀。就你嘴甜。这一世我扫清了所有障碍，婉清，我会给你和念念一个绝对安全、无忧无虑的世界，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把你们从我身边夺走。
公司有点事，你先带念念回卧室休息吧，我处理一下。好，别太累了。总裁，出事了！说，我们为天启计划建立的最高级别数据库，在30分钟前遭遇了入侵，对方绕过了我们的所有防火墙，像幽灵一样进来，准确的布置了最核心的原数据，然后又像幽灵一样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技术部的人啊，都是废物吗？我每年花了上百亿养着全球顶尖团队，连一个黑客都防不住。总裁，这不是黑客，这是魔鬼。对方的数据水平超过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他使用的反追踪代码是动态加密的，每秒钟变换数亿次，就像有生命一样。我们甚至无法追踪对方的 IP 来源，他就像是个不存在这个世界的幽灵。技术部总监说，他不像是个人为攻击，更像是一个掌握未来科技的降维打击。陆天明和林菲菲都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实力。10年前，我清除了所有的潜在危险，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个对手？是的，总裁，这次的对手比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人都要可怕。他就像一个藏在暗处的影子，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以为我清空了棋盘，没想到却让一个更可怕的对手提前入局。我改变了棋局，但也引出一些不该出现的人。魔鬼。我以为重生是我最大的倚仗，我可以预知一切，掌控一切。我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轻易地抹去了陆天明，抹去了林菲菲，为婉清扫清了所有前世的障碍。可现在我的记忆开始变得不可靠，我引出了一个连前世都不曾出现的人。我最怕的不是生意上的失败，不是厉氏集团的覆灭，这些我都可以从头再来。我最怕的是，我亲手构建这个完美的保护壳，反而会让你和念念成为新敌人的目标。我把你从一个火坑里拉出来，会不会也是推进另一个更深的地狱？婉清，你醒醒！婉清，你没事的，我带你去医院。不过，如果因为我的重生，让你和念念遭遇不测，那我的重生还有什么意义？那将是比上一世更痛苦的惩罚。无论对手是谁，无论他掌握什么诡秘伎俩，绝不允许再伤害我的家人。这一次，我不仅要守护，更要主动出击，把这个藏在暗处的鬼揪出来，碎尸万段。总裁，对方来消息了。说，10分钟前，你的私人加密邮箱收到一封邮件，我们无法追踪来源，对方的署名是 K。闭嘴，别来无恙。享受了10年的安逸生活，是不是已经忘了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你以为自己是掌控一切的神？不，你只是我在棋盘上比较有趣的棋子，那些小角色太无趣了。现在游戏才真正的开始，送你一份礼物，希望你喜欢。每一张照片都是我最珍贵的资产。这个 K 嘲笑我10年来所有的努力，嘲笑你自以为是的保护。
总裁，冷静，这是他们的激将法，他们就是想看您失控。冷静？你叫我怎么冷静？他敢动他，他敢动我的女儿。工作室的安保呢？我派出去的人呢？都是饭桶吧？安保都在楼下，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对方可能用了我们无法察觉的手段。电话，给婉晴打电话，快！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权接听。给念念的学校打电话，问他在不在。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总裁，学校那边说夫人中午已经把小姐接走了，说是您的安排，要去参加一个家庭派对。备车，现在就去工作室，快！啊 K， 不管你是谁，不仅要你死，我还要你尝遍这世间所有的痛苦。婉晴，念念，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别吓我呢！这是念念画的，我们说好要一起陪她过生日。啊！你敢碰我的家人，就该知道后果。K， 不管你是谁，敢动她，敢动我的女儿，我不仅要你死，我还要你所有的一切为他们陪葬。你是谁？厉总，我的礼物喜欢了，别急，这是我的开胃菜。你想干什么？我想跟你玩游戏，一个很经典的2选1的游戏。一边是你穷尽2世心血打造的商业帝国，天启计划的全部核心，数据访问权限；另一边，叶成月，你把他们怎么样了？我没做什么，只是让他们暂时安静一点。现在选择吧，栗子，你的商业帝国还是那个女人和孩子。我们很有耐心，但我的手下可没有什么耐心。哦，忘了告诉你，这个漂亮的小公主好像还不太会游泳。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考虑，1分钟后再不交出权限，我就让人把他们绑在一起，扔进江里喂鱼。一边是我穷尽2世心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用以保护家人的商业帝国，是我所有安全的来源；另一边是我愿意用生命去交换的妻子和女儿。总裁，不能给！天启计划是我们未来10年的核心，一旦泄露，历史将万劫不复，我们会被彻底掏空。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把他从陆天明手里抢过来的吗？你忘了我为了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吗？闭嘴！总裁，冷静点！把东西给了他，就等于把刀递给了他。对方会用我们的钱来对付我们。想想夫人和小姐以后怎么办？你的助理说的对，立足你的帝国在哭泣呢，他在要求你不要放弃他，可是你的女儿和孩子也在等你做决定。前世抱着婉晴冰冷身体的绝望，那种失去世界的空洞感，再也不想经历第2次。我选他。疯了，全疯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但是得把我的妻子女儿完好无损的送回来，否则我发誓，不管天上地下，我都会找到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聪明人的选择，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权限密码发给这个号码，确认无误后，你会收到想要的地址。记住，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把最高权限密码发过去。总裁参差啊，这等于把我所有的底牌全部交出去。我们10年的心血，上万名员工的心血，就这么拱手让人了，这是自杀。没了婉晴和念念，我要这个帝国还有什么用？我再说一遍，把密码发给他，立刻，马上。啊？什么？好的，我知道了。等等，总裁，别去！刚刚接到警方的通知，他们在仓库那边安放了大量的高爆炸药，他们正在紧急疏散周边。那根本不是交易地，是个圈套。他想让你和夫人死在那里。婉晴，念念，你们在哪儿？回答我！成员，我们在这儿。婉晴，别怕，我来了。这是个陷阱，你别管我们了，成员，你快走。我到死都不会放弃你们。成员，你别急了，来不及。你先救念念，念念她不能没有爸爸。没有你，我和念念都活不下去。成员，他是保护念念，成员。上一世我没能保护好你，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手。如果这是我的宿命，那就让我们一起。真感人呐！真是父慈子孝，夫妻情深。为了一个女人和孩子，连自己的帝国都不要。帝城渊，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愚蠢。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我是来陪你完成救赎巨石魔影，给了你英雄救美的机会，给了你为了爱牺牲的舞台。你不应该谢谢我。不过，我更喜欢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来向厉家讨债的。我的父亲叫厉承业。你是大伯的养子，厉墨。30年前，你们的好父亲，我的好三叔，眼睁睁看着我的父亲被冤枉，被赶出厉家，最后客死他乡。他为了自己的地位袖手旁观，你们整个厉家都是罪人。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审判你最爱的人，让你尝一尝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离去而无能为力的滋味。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与我无关。你们都是受益者，都是罪人。别想用花言巧语来拖延时间，少废话。这是当年关键证据，原材料清单。上面你父亲的笔记有一处有了细微停顿，而之前的笔记是一气呵成，这是顶级的笔记伪造。但伪造终究是伪造。第2份，来自财务主管刘坤的忏悔书。刘坤作为当年唯一的目击者，他亲口承认，当时案发现场他根本不在现场，而在急救室陪着他的老婆生孩子。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陆正德给了他一大笔钱，救了他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儿子，所以他做了伪证。不可能！这是你们为了脱罪找来的证据，你们想骗我？李默，你的父亲是无辜的，他是一个被人陷害的英雄。
他一定不希望看到他的儿子为了给他报仇，变成了和仇人一样滥杀无辜、丧心病狂的恶魔。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对得起你父亲在天之灵吗？你们闭嘴！都给我闭嘴！既然审判不了你们，那我们就一起化为灰烬吧！没用的，一切都结束了。你们的辩解，你们的证据，一切都将会随着这场爆炸化为灰烬。我得不到的，你们也休想得到。程渊，拖住他！我需要时间。这个炸弹是远程遥控引爆的，它的遥控器和炸弹之间有信号连接，我可以尝试切断它。李默，你真可笑！你笑什么？死到临头了，你还笑得出来？我笑你可悲。你以为你赢了吗？你引爆这里，你就为你父亲复了仇？不，你只是被陆天明玩弄于股掌之间，彻头彻尾的蠢货罢了。你胡说！你父亲的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是陆天明，而你只是他手里那把刀，用完就扔。你报复厉家，最后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接手。你到死，都是他的一颗棋子罢了。不许动！立默，你被包围了！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婉清，我上一辈子没来得及说我爱你，我就是要他一夜之间声名狼藉，一无所有。好可惜，这么漂亮的玉佩怎么碎了？难道他说的上一世都是真的？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2块一模一样的玉佩？婉清，你告诉我，你对我是不是有秘密？一个很大的秘密。你不是预言家，对不对？你对我好，不只是因为喜欢，还因为愧疚，对不对？还有你说的上一世，你不是开玩笑的，对不对？婉清，对不起，我一直想告诉你，可我怕你把我当成一个怪物。你不是怪物，你是我丈夫，无论是什么，这一点都不会变。婉清，我怕你离开我，我更怕你知道真相后，会觉得我的爱太沉重，会觉得恶心。程远，把你的痛苦分我一半，好吗？你不是怪物，你是我丈夫，无论是什么，这一点都不会改变。程远，把你的痛苦分我一半，好不好？婉清，如果我说上一世你为我死过一次，你会信我吗？上一世我们结婚10年，10年，我骄傲，
自大、自私到了极点，把你当做一个附属品，一个花瓶，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保姆，甚至在10周年纪念日当晚，就因为你熬的汤不合胃口，就对你恶语相向，让你滚，直到那次车祸。你推开了我，死在了我的眼前。我抱着你冰冷的身体，我才发现，我早已离不开你。我翻遍了你所有的衣服，你为我做的每一件小事，你为我画的每一张画，为我写的每一句鼓励。可惜我已经知道的太晚。别说，别说。不，我要说。我抱着你的骨灰，我在神佛面前求了3天3夜，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来换，我的财富，我的地位，我的命。当我再次睁开眼，我发现回到了10年前，回到了我们出狱的那一天。那块碎掉的玉佩，就是我从那个地狱里带回来的唯一的证据。我知道这很荒唐，也很难让人信服。你可以打我，也可以离开我，我都可以接受。你亲眼看着我死一次，所以才会带着那么多悔恨和痛苦，又活了一世。所以你才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所以你才会不顾一切的为我挡刀。到现在我才明白，你那沉重让我喘不过气的爱，究竟因何而起？婉晴，我傻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一定很痛苦吧？一个人背负那些，一边保护我，一边要去抵抗那些看不见的敌人，怪不得你总是那么坚强又霸道。婉晴，只要你能好好活着，怎么样都值得。你答应我，接下来的事你不要参与，交给我一个人处理啊！不，你不是一个人。以前你总是保护我，让你一个人冲锋陷阵。从现在开始，把你的痛苦分我一半，你的敌人我们一起对抗。不管是陆天明，还是厉家尘封了30年的秘密，我们都一起共谱。不，婉晴，这太危险了。我重生归来，不是为了让你再次跟我冒险。你重生归来，就是为了能跟我们一家人好好活着。你明白吗？你把我守在身后是保护我吗？我只会抽你的软肋。从现在开始，只要我可以和你一样强大，我们就可以无坚不摧。前世我用生命救你，这一世我要用爱和智慧陪你。从现在起，我们不只是夫妻，是真的。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我们一起分析，一起布局。从此你不再是一个人。本台最新消息，备受关注的厉氏集团系列案件今日在市中心法院作出判决，主犯厉墨因绑架、故意杀人未遂、危害公共安全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外，前陆氏集团高管陆正德因涉嫌30年的商业陷害案及教唆杀人罪，已被正式批捕。其子陆少杰也因为商业间谍罪被判入狱。至此，这起尘封30年的豪门恩怨终于揭下帷幕。据悉，厉氏集团现任总裁厉成渊以顾大伯、厉成业先生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
敬大伯。敬大伯，也敬我们。婉清，对不起。怎么又说对不起？都已经结束了。我本来想给你个安稳幸福的生活，没想到却让你遭受了如此多的威胁与恐惧。不过我已经看到一个愿意为我付出一切的人。我们是战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婉清，所有欠你，我会一件一件补给你。你已经给我整个世界，还不够。哇，爸爸要向妈妈求婚吗？婉清，我曾弄丢了我的世界，谢上天垂怜，让我有幸能够找回你。我欠你一场婚礼，但我想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这枚戒指，我取名为重生。我的一切，我的所有都交给你。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我愿意。耶，太好啦！以后爸爸妈妈会永远在一起。妈妈，你怎么哭了？你是不喜欢爸爸送给你的戒指吗？不，妈妈是太开心了，这是幸福的眼泪。因为妈妈知道爸爸已经把他的整个世界都戴在了妈妈手上。程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也谢谢你把一切都告诉我。婉清，你听我说，我爱的不只是这一世为我遮风挡雨的你，也包括上一世那个犯过错、伤害过我的你。因为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你。是你两世的完整人生，才构成了我独一无二的爱人。所以，从现在起，忘了那些痛苦和悔恨，好吗？我们只看未来。厉太太，余生请多指教。厉先生，彼此彼此。大伯，都结束了，害你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这是你的侄媳苏婉晴，还有你的侄孙女念念，他们都很好，很善良，很可爱。我把您没能守护好的厉家重新守护好了，以后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好。大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程渊和念念。爸爸，大爷爷是不是去天上当星星了呀？是啊，大爷爷变成了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会在天上一直看着我们，保护我们的念念健康快乐的长大。在想什么？我在想，命运真是奇妙。10年前，就在这个酒店的走廊，我遇到了那个要把我卖身契签了的疯子。
这里是噩梦的终点，也是我们幸福的起点。婉清，问你个问题。如果说10年前我没有重生，我也没有回来，我还是那个冷漠、自私，把你当做附属品的人，或者说我还像上一世一样，让你在绝望和冷漠中待了10年，你还会爱我吗？或者说你爱的是那个曾经伤害你不是那么完美的另一个厉成远，还是说因为重生变得完美，为你扫平一切障碍的厉成远？如果没有这一切，你还会选择我吗？没有如果。厉成渊，你还不明白吗？无论是上一世那个冷漠自大把我弄得遍体鳞伤的你，还是这一世深情霸道把我宠上天的傻瓜，都是你。我爱的不是某个世界的你，而是全部的你。可是上一世的我，上一世的你让我心碎，但让我懂得了我有多么的爱你。没有上一世的痛苦，就没有这一世的刻骨铭心；没有你之前犯的错，就不会成就如今爱我的你。是你的两世人生，所有的好与坏，才构成了我如今唯一深爱的厉成渊。所以，不要再问这种傻问题了。他穿越时空，跨越生死，从始至终，是为你而来。